Are there any left? There may be one. Okay, it's $500. You have no choice of carrier. The battery can't hold a charge, and the reception isn't very. Shut up and take my money. 大家好啊，我是 FR。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应该在索尼2026年电视新品的发布会现场。这个视频啊，我盼了很久。不过当我亲眼目睹这台电视的正式量产机的画质的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等待是值得的。看完后呢，我的心情呢，正如开场动画一样。我实拍了一些影视、动画、音乐、游戏以及纪录片等内容，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色彩、细节以及肤色的表现。我是全球少有的见证了这台电视机从雏形到试产机，再到最终零售机发布整个过程的幕后人员。期间呢，我们曾2度赴日，与索尼工程师以及索尼公司的老师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核心技术交流。今天呢，终于能为大家呈现索尼电视9系2代的测评了。本次的测评内容呢，主要以对比实测为主。如果你不了解这台电视的技术原理，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技术详解。视频中我会与索尼曾经的画地 OLED 电视 A95K 以及当前最热门的 OLED 电视 LG C6H 进行对比。这个视频啊，覆盖了以下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假如你没有时间一一的观看，那么请跳转至您感兴趣的部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啊，马年。我想以马作为一个比喻，那么 RGB LED 啊，本身就像一匹良驹宝马，潜力极强，但它的生性啊也是狂野不羁的，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骑手去驯服它、调教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这匹宝马的潜力，以实现一日千里的惊人表现。而索尼呢表示，他们正是行业里技术领先且经验丰富的顶级的骑手。那索尼把它驯服的怎么样呢？我们用这个视频来揭晓一下。索尼表示啊 ，RGB LED 天生具备一个超大的色域覆盖，搭配 LED 高亮度的特性呢，可以实现成倍于以往 Mini LED 和 OLED 的显色体积。更大的色彩空间好比一套色彩丰富的颜料啊，如果运用得当，这幅画作就可以栩栩如生。那我们来看看索尼的笔下到底呈现了怎样的画作呢？索尼公司表示，他们在 RGB 电视上实现了更为宽广的显色体积和更为平滑的色彩渐变。那么我们在 HDR、BT2020 色彩空间下来看一下它们的色彩的表现。首先我们能看到比较明显的差异是 LG 的面板呢，它在底部有大面积的白色的区域，这个是由于 LG 面板物理的特性造成的，也就是白色指向素对高亮色彩的稀释的问题，色彩被指向素冲淡了，那么整个颜色呢就开始收缩，你能看到所有的颜色啊，它都明显的面积变低了。然后呢，是另一个差距，就是所有的这些彩色的亮度，最明显的就是黄色、红色以及这里的青色，你看它的亮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看到最明显的2个差异。然后呢，就是在这些色彩之间的平滑度，它也要差一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CI-P3 的话，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一点了。在 LG 上我们能看到正红色的区域呢，颜色已经变成了橙色，然后紫红色的区域呢，已经变成了粉红色，蓝色地方呢，变成了淡淡的蓝紫色，然后青色的地方呢，甚至都已经快变成白色了，然后呢，绿色地方快变成了黄色了。
黄色的地方呢变得很暗淡，然后这边的红色也变成了快橙色了。当然最严重的区域呢还是这个蓝色的绿色的这一块以及粉色的这一块差异挺大的。那么可能有用户会有疑问啊，就问 FR 老师，那么超高的显色体积它有什么用处啊？听起来这么抽象，在什么地方能够体现呢？我们以这个乐高蝙蝠侠为例啊，以这一个画面为例，这个金色的大门打开的时候，这个金色大门啊，它打开的时候有一道非常亮的反光，这个反光呢，你们可以看在左边的这台电视上，它从暗到最亮的地方，它是一个非常平滑的一个过渡，然后这边过来也是非常平滑的一个过渡。而 LG 呢，由于白色子像素的稀释啊，它的色阶在这儿还比较自然，突然到这中间的时候，你就感觉它断层了，感觉变成了比较白的颜色，损失了很多色彩的过渡。这个就是白色子像素稀释的一个问题，它造成了显色体积的坍塌。但是呢，通常这种画面仅仅出现在比较亮的地方。接下来是索尼电视9系2代85英寸的峰值亮度实时测量结果。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独特且有趣的实际亮度测试。大家可能从未在任何 UP 主那儿看到我这种形式的实际亮度测试，可能我是全国，也可能是全球的首创。简而言之呢，就是你们看到这个鼠标的亮度和实际测量的亮度，它两者越接近，就说明索尼电视9系2代它的亮度很准确。那我们来载入游戏来进行测量一下。现在我们在游戏的实景里面啊，让我们来首先测量一下游戏的高光的亮度。我们来对向这个太阳，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鼠标的地方，这个太阳实际上是超过4000尼特，它的太阳的亮度是5200尼特。电视机呢，我们现在能够测到4100尼特的高光亮度，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实景亮度了。应该大家其他的电视上应该看不到这么亮的实景的亮度。我说的是实景的亮度啊，不是那些所谓的宣传的亮度。然后呢，索尼公司很有趣的是啊，他说索尼电视9系2代呢是匹配了索尼 HX3110监视器的亮度，这个就让大家搞不清楚这个亮度到底是多少啊。但是呢，大家可以去查询索尼 HX3110监视器的这个实现的亮度啊，官方的亮度宣称呢是4000尼特。那么就很有趣啊，这个地方它实测的亮度，它确实能够达到4000，而且索尼电视机的游戏模式它是 D65 的，它的游戏模式是非常准确的啊。它不像有些品牌的电视机啊，它把图像做的比较冷或者是怎么样的。索尼的电视机的游戏模式和它的专家模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非常非常准确。这两个模式的调试的理念呢，与监视器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他的品牌呢，他们的游戏模式往往与专家模式或者 Filmmaker Mode 色彩不一致。然后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下面的测量的数值啊，这台电视的峰值亮度非常的稳定，过去这么久了，它的高光亮度能一直维持在4000尼特左右，这个是它另一个厉害的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它这个值啊，非常非常的稳定啊。这个地方游戏的亮度在35左右，我测到了39。这个地方游戏的信号亮度是10尼特左右，我测出来也是10尼特左右。游戏里面的天空接近90尼特，我测到了100尼特。游戏里面的云层在230尼特，我测到了260。头顶天空的亮度是11尼特，我测到了14。总体来说呢，这个亮度的测量都是与实际的游戏的亮度是非常一致的。这个山洞里面的黑位是 0.2尼特，我测到了 0.4。然后呢，这个山洞里面呢有一团火焰，我们来测一下这个火焰的亮度啊。
鼠标现在指向的地方是4200尼特左右，这个时候我们能测到的实际亮度在4150尼特左右。那我们换了一个角度，这个火焰的亮度和实测值都在3600左右，这个箭筒的亮度在13尼特左右，我们测到了15。我们现在测的墙壁的亮度啊，游戏实际在 1.2 左右，实际我们测到了 1.9。所以就这样粗略的测试呢，我们能看到索尼电视它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的，它能够在高亮的地方能够亮起来，然后在低亮的地方能够暗下去，低亮的地方能够暗下去。而且它的这个数值啊和画面本身信号的亮度非常的接近，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夸索尼电视它的准确性高啊，这就是它高的地方。这并不是说我们瞎吹啊，这是真的，它的准确性是很高的。可能很多人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观影首选索尼。我们来看一下索尼啊，它到底强在哪儿？首先，我们两个品牌的电视机呢，把它的图像模式给重置。索尼是专业模式 ，LG 是 Filmmaker Mode。但是呢，这两个品牌的亮度管理是有区别的。那么首先我们对比的话，需要把两个电视机的亮度给对齐。索尼这边专业模式设置为20的亮度， LG 这边设置为40的亮度，然后这样的亮度是比较相似的。然后我们来进行对比啊。앉아라. 다 죽는다. 자. 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大家注意左边是否有光晕的情况，因为这个下面这个画面是很暗的，我要把曝光给提起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光晕明不明显啊？像这个地方我就必须把曝光提起来，否则的话我拍不到暗部的细节。现在呢，接近我肉眼看到的效果，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两者的画面的分别。大家可以看一下两者的分别啊，是不是有一种错觉，左边更像 OLED 的电视？相信看了这一段的对比啊，大家有一些感受，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索尼公司还表示啊 ，RGB 电视机在低亮度画面的控制精度得到了大幅度的进阶，可以获得更丰富的暗部细节和更为平滑的色彩和灰阶的过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在这个片段我们能看到啊，这个人物左侧的这个区域，你能看到 LG 它产生了白色的尾像，而且它的这些尾像已经影响到了色彩的呈现和暗部的表现。然后是在这一个很暗的深红色的水底，你能看到啊 RGB 电视它有从暗到明再到暗很丰富的过渡，但是 LG 的面板呢，一个是产生了褪色，另一个是它的色阶产生了断层，你看到它的整个画面是有一点发白，而且缺乏细节的。然后这个画面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人物发际线的地方，它一会儿会产生白色的尾像，当然还有它这些衣服的位置它也褪色了，而且影响到了这个色阶的变化。你看到这边呢，你是能看到深浅不一的红色的，包括它的皮肤上面你都能看到。
然后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它的这个发际线的位置啊。我们看到发际线的地方有白色的尾像，然后这个画面在这个黑色和红色渐变的区域 ，LG 也产生了白色的尾像，当然包括右边这一块都有。然后呢，就是整个色阶啊，你感觉它的色彩很单一，但是 RGB 电视上非常的丰富。这个画面呢，就是色彩的渐变了。LG 这个色彩渐变呢，它还是有白色的尾像，但是 RGB 这边简直是德芙一样丝滑。然后这个画面和前面的画面是类似的，我就不再进行赘述了。然后这个画面呢，也有前面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这渐变的地方以及色彩的区域呢，它不仅产生了白色的尾像，也影响到了细节的呈现。而且你们看到更明显的断层这些地方。另外，我想补充一点的是啊，以往我们的经验呢是觉得 OLED 的电视机呢，它在这种近黑区域的画面呢是远远好于液晶电视的。现在我们这样拉通来看了之后呢，发现好像这个已经不成立了。RGB 电视的控制呢，甚至已经超过了 OLED 的电视，所以这个不得不佩服索尼的这个调试的成效啊。可能啊，很多人会问，索尼 RGB 研发了这么多年，到底跟之前的电视有什么区别？那么首先我们来跟索尼的 A95K 进行对比，在这两台电视机同为出厂默认的画质之下呢，我看到的差异，一方面是色彩的亮度更高，第二个方面是对高光细节的呈现会更为的细腻、准确和丰富。A95K 上面高光会进行裁切，你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平淡的高光表现，以及损失了部分的高亮的细节，比如画面中花儿反射的高光细节。可能会有很多玩家会好奇，索尼 RGB 对比最近热门的 LG C6H 会有什么样的区别？这里就是区别。首先大家注意一下，我把游戏的时间设置为了晚上的10点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哪一个画面更接近晚上10点钟的意境呢？然后这两个画面都是两个品牌出厂默认的画面。那么大家首先能看到两个区别啊，第一个区别是 LG 的亮度非常的高，第二个区别呢，它们俩的色温不一致。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区别呢？首先说一下索尼啊，索尼它默认出厂的画面呢是非常准确的，它的出厂的画面和专业模式是几乎一样的。专业模式它的意境和游戏模式是没有多大的区别的，因为索尼的调试的理念呢，就是和监视器比较靠拢。然后 LG 这边的差异呢，主要造成的点是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它默认开启了 LG 的动态色调映射，这个动态色调映射会大幅的抬升画面的亮度，造成画面有洗白的感觉，然后破坏游戏的意境。我们把它调整为 HJG， 你看一下是不是就正常多了？然后呢，就是对色彩的这个白平衡，它没有设置到D65。经过我的测试呢，在暖37的时候会接近D65一点。你看我调试了之后，这两个品牌是不是就突然一下就非常的接近了？我们再转一下视角，你看是不是两个品牌都比较接近了？所以从这个图像还原的角度来说呢，索尼出厂是优于 LG 的。当然 LG 也可以通过简单的设置就达到一个近视的效果。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山洞里面啊，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洞口看到一个非常亮的一个高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呢，索尼的这个上面它的高光亮度高得多。
这个门口的高光啊，索尼亮度高得多，但是视频里面不一定能够体现出来。但是相对来说呢，C6H 的差距没有那么的大。我们来看一下外面实景的画面啊，把我的马儿呼唤过来。其实我在现场的画面呢，我能看到右边的这个草地要更红一些。我不知道在视频里面能不能感受出来啊，反正是 C6H 的色温更红一些，它的草地呢带有一点红色质感，但是索尼的上面它是金黄色的质感，夕阳一样的质感。不知道大家在视频里面能不能感受出来啊？因为拍视频有同色异谱的这个情况。但是不得不说，索尼的整个的色彩会比 LG 上面更丰富。比如说怎么说啊？比如这一片植物，它在这个夕阳的映照下呀，它有更多的这种黄颜色的质感。但是 LG 这边呢，它会有点发白。我看这样能不能展示出来啊？这样好像能够展示出来的那个效果。但是拍照不好拍啊。总体来说呢，索尼它上面的，比如说每一片叶片，它的对比度很强烈啊。反而 C6H 上面，你看它的叶片和阴影的部分呢，它的对比度没有那么高，这个就很违反我们对这个 OLED 和液晶电视的这么一个成见吧。因为每次我们想到 OLED 就是觉得它比液晶要强得多，但实际上在这两台电视比的时候呢，这台索尼电视9系2代啊，就是强得很离谱啊！你看到它对色彩的呈现真的很丰富的。这 C6H 这一块它也有一点点的泛白，而且有一点发灰。我不知道 C6H 为什么会出现发雾发灰的这种情况，真的难以理解啊！你看整个画面的这种通透感 ，C6H 它就是带有一点点的雾感，真的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真的无法解释。就是我在现场看了，我觉得左边是一台 OLED， 右边是一台液晶。我先换到另一个场景，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的通透感啊。这个 LG 的 C6H 它是真的有点雾啊，它这个发雾的感觉还是真的挺明显的。你看这个前景与这个后景这个反差呀，LG 上面呢它就是雾雾的，你看这一坨植物，它就是一点发雾的感觉，包括这些地方。但是，一旦到了这种光影非常复杂的场景，比如说啊这些树林里面白色的花瓣，它的亮度是要更高的，而且在天空上的这个太阳啊，它的亮度也是更高的，只是说两者差异不大，但是肉眼能够感受到它的亮度更高。在我上次 C6H 的测评里面，我提到了 C6H 在暗部的饱和度是偏低的，大家在这段对比里面也能看到，索尼电视9系呢，它是一个正常的饱和度，但是 C6H 的饱和度通通都是偏低的。此时呢，我们用一段火光来进行照耀，它的饱和度呢，相对来说就恢复了。但是像右上角这些没有被火光照耀的地方呢，它的饱和度还是不足的。我们走过去一点，看到没？饱和度恢复了，是不是很神奇？关键是啥？关键是这台 LG 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固件，但是固件在这方面的优化呢，好像还是不太行。但是越靠近这种明亮的地方，你看它的饱和度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一旦到了这种暗处，你们看到这很明显的差距啊，它的这些绿叶啊都已经变成灰色的了，尤其是这一块墙壁上的这个绿植是差距有点大，还当人物的衣服的饱和度差异也挺大的。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游戏模式的输入延迟啊，大家可能会非常在意输入延迟。
可以看到索尼 RGB 呢，它会慢一丢丢，但是这个差异呢，在现场玩的时候是几乎感受不到的，因为手柄的操作延迟其实远远大于电视机两个之间的延迟差异了，所以其实这个没什么大的影响。索尼通过精确控制三色背光，对液晶层进行实时的补偿，获得了非常不错的广视角效果，而且不再需要以前的广视角膜，这是索尼的独家的黑科技，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索尼这次在972代上面配备的这个抗反光膜呀，非常的神奇。首先是在这种极端的角度，就是与屏幕平行的角度，我们感觉这个屏幕啊是一个镜面的效果，但当我们开始旋转视角，开始模仿我们平常看电视的这个角度的时候，你能看到它的屏幕似乎变成了雾面。再来看一下啊，看到没？很神奇吧？而且它这个对反光的消除啊，真的非常的极致。今天天气比较明媚啊，我来测试一下电视机抗反光的对比。首先呢，我在沙发的背后放了一些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动漫展的宣传册，然后呢，我在沙发上放了一个正在播放我的视频的平板电脑，手上呢有一个一只耳的小猪佩奇，它的耳朵被我的西高地小狗给咬掉了。然后我来挥动我手上的小猪佩奇，来看一下电视的反光啊。索尼电视972代呢，它的抗反光是真的做的非常的极致啊，看不到任何的反光，很奇特啊。然后你看索尼 A95K， 你看到我的小猪在挥舞，有一点淡淡的红色。后面平板呢看得很清晰，当然还有这些日本的宣传册也能微弱看到。C6H 上面就比较明显了啊，包括我自己本人的这个轮廓都很清晰啊，然后平板电脑清晰可见，然后这些册子上面呢形状甚至都能看得比较清晰。然后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呢，比 C6H 更好一点。C6H 这个反光是真的有点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室内灯光的这个反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912代啊，我们来把镜头放低，我们来看。首先啊，我们看到几个小点，这小点1、2、3是顶上的射灯，然后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光是我饭厅上面的一个吊灯，让它有一点微弱的反光。然后呢是 A95K，A95K 我们可以看到饭厅上面的灯映射的比较明显，然后是射灯，它的亮度比较高。之后呢是 C6H，C6H 的话，它就对室内整体的反光都比较严重了。这个吊灯它的这个线都能看得很清晰，然后呢射灯也比较清晰。然后另外一位神秘嘉宾，它的反光会比 C6H 更弱一些。射灯、吊灯，这个972代的这个抗反光是真的有点东西的，真的很离谱啊！尤其是你看到这种直射光源的反光啊，这个地方射灯的这个反光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它的这个抗反效果真的很离谱啊！只是我们在这种刁钻的角度能看到反光，但是正常的这种观影的角度是几乎啥都看不到。正如大家所见啊，外面阳光明媚的，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液晶电视和 OLED 电视在亮视玩游戏的一个体验。首先这一段视频我想反驳2个点啊，第一个点是反驳那些说 OLED 电视在亮视没办法玩游戏太暗的这种观点。第二个我是想反驳某些人一味的否定雾面屏的效果，说它比镜面屏差。那么左边这台电视呢，可能是大家那个所形容的雾面屏，右边呢可能更接近大家所说的镜面屏。那我们在这样的2种屏幕类型下，在亮视玩游戏我们对比一下啊。首先我们能看到它们的亮度并没有说天差地别，让这个 OLED 看起来没法玩。实际上它在亮视表现也还不错，只是说在这种有峰值亮度差异的时候呢，
左边的液晶电视它确实要好一丢丢，但是并不会像网上说的那样完全没办法玩。然后我们看随便望远镜打一个远景，你能看到其实它们的亮度差异很小很小。那我们进入这个拍照模式啊，我选一个白天的画面，下午12点。那我们看这个整体的画面啊，看到没？其实它们表现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只是说在一些像这种太阳高光的地方，我在现场看了，它确实亮度高很多。然后呢，就是低亮度的均匀性。索尼 RGB 的这个低亮度的均匀性还是挺棒的，你可以对照一下 C6H 的均匀性，你就知道它的均匀性还是不错的。你看到 C6H 它有一些竖纹啊，但是这边是没有的。你看它的均匀性是很棒的。对于那些追求电影原彩的用户啊，其实索尼电视设置特别简单。在今年的新品电视上啊，你只需要点击遥控器上面的选项按钮，然后呢，点击启用我的家庭影院，点击下键设置一下亮度，比如说我家里面需要25的亮度，然后呢再返回，这个时候点击这个像播放按钮一样的按钮，点击启动。启动了之后呢，索尼电视将会全场景应用校准模式，让你随时随地享受到电影原彩。也就是说啊，画面中云视听、奇异果这个红色的不知名软件、酷喵、芒果 TV 它都会支持校准模式。什么这么简单吗？啥也不用调？没错，就是这么省心啊！这个好像是索尼的独家的功能吧？阿索确实是花了心思的。对于那些期待索尼旗舰电视拥有4个 HDMI 2.1 接口的用户们啊，可能会失望了。这次采用的芯片仍然是 MT5897，也就是索尼电视9系上面同款的 P1000。索尼公司解释到啊，索尼的图像的算法对芯片的性能要求非常的高，而 P800是不满足需要的。换句话来说呢，我可以描述为索尼公司呢宁愿为了图像来牺牲这个接口的数量。正如你所见啊，我的 PS5 接到了 HDMI 2口，然后呢 PS5 有一行字提示大家，这个接口因为 HDMI 2.0 的传输速度有限，它是 YUV 而不是 RGB。也就是说啊 HDMI 1口和2口是 2.0 的接口，3口和4口是 2.1 的接口，而且3口呢是支持 EARC 的。这世上没有完美的电视，虽然出版构件有一些小的瑕疵啊，但是呢，经过长时间的观影、游戏以及和高端 OLED 电视对比之后呢，可以说索尼在9系2代上面把 RGB 背光发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这台电视拥有极佳的图像准确性、丰富的色彩信息，配合超高亮度、宽广的可视角度、惊艳的抗反光效果，刷新了索尼液晶电视的画质上限。它绝对会是2026年最热门的电视机。这里我提前预言一下啊，这台电视即将成为各个电视厂牌的对标型号，也会成为国内外 UP 主的标杆机型。如果啊你对画质和色彩有一定追求，一定不要错过。反正我是买定了。今天我们在索尼的日本总部看到了索尼的全新的电视机和全新的回音壁。然后呢，今天的信息量巨大呀，我的脑袋都已经过载了。回音壁他们最近可能会出一款比较重磅级的产品，它无论是这个音场的这个开阔度，比如说这个音场推得很进去，然后左右的这个阔度，还是说这个低频它的氛围啊，它有些剧情不是就很宏伟的一个剧情嘛，就会表现出那个影片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它就会非常明显。
那个递进关系、那个层次关系、那个低频的弥漫的那个效果，以及部分。